歡迎來到新聞和活動頻道，請訂閱和分享已更新有關當今最著名明星的最新信息。2年不進組代言反漲，王一博憑什麼顛覆頂流生存法則？王一博不務正業，這話在社交平台上反覆出現，像一句被按了循環播放的彈幕。2年沒進組，沒上熱門綜藝，熱搜上也看不到他主動制造話題。按傳統標準，一個演員消失這麼久，商業價值應該往下掉才對。但現實給了所有人一記悶拳，他的代言數量從30出頭一路漲到35個，品牌像排隊一樣續約，升 title， 橫跨3大奢侈品集團，打破了行業裡默認的競業限制。另一邊，肖戰的粉絲在等新劇，路人在盯他下一個角色。品牌方卻在1個月內跟他續了5個大商務，2個人2條路，同一個問題，頂流的硬通貨到底是什麼？肖戰這條路走得很重。肖戰的發展策略用一個詞概括就是作品為錨。他把大部分精力放在影視劇和話劇上，商務合作不追求數量擴張，而是篩選和自身形象高度契合的品牌。李寧、六神、安吉爾、舒克、歐萊雅 Pro、青島啤酒，翻開他的代言名單，幾乎每一個都是多年常代。開小灶已經7年 ，Tops、李寧、Gucci、拉夫勞倫香氛6年，青島啤酒今年續到了第5年。有統計說他的續約率接近100%，也有說95%以上。不管哪個數字，放在內於3月一換的大環境裡，都算得上反常識。行業平均續約率不足一半，多數藝人常常面臨代言流失的尷尬，到他這裡變成了8年不換人。這種策略的好處顯而易見，口碑有厚度，角色有辨識度，長尾影響力持續釋放。他被提名亞洲藝術電影節最佳男主角，待播劇《十日終煙》在推進中。3部新劇蓄勢待發，觀眾對他的期待始終錨定在下一個好角色上。但隱患也不是沒有，作品有週期，拍攝有空窗，一旦長時間沒有新作面世，曝光斷層的風險就會浮現。品牌願意等，但市場不一定有耐心。王一博這條路走得很寬，王一博選了一條完全不同的路。從2025年一整年到2026年3月，他幾乎沒有接拍新劇，也沒有現身炙手可熱的綜藝。社交媒體更新不多，熱搜上很少看到他主動制造話題。但與此同時，他的商業版圖在持續擴張。香奈兒品牌大使，羅意威全球代言人 Jimmy Choo、路易威登。卡地亞2025年3月3大頂奢品牌同步官宣，打破了奢侈品行業淨品牌它的100年前規則。這在行業裡被視為核彈級事件。2大分屬不同奢侈品集團的品牌，由此形成歷史性的共存與協同。官宣當日，相關品牌中國區官網訪問量激增320%。香奈兒經典手袋搜索量同比上漲145%。有知情人士透露，他單品牌年代言費超2.3億元，創亞洲藝人紀錄。2026年春晚，他身着香奈兒2026春夏高定黑金獅王夾克亮相，全球首次公開展示，搭配的運動鞋在節目播出前便銷售一空。除了高奢，他還拿下了海利·漢森、紅牛等國際品牌，橫跨時尚、運動、快消多個賽道。2026年8月，他解鎖 Vogue Man 8月刊封面，成為95後男藝人中唯一達成5大。女刊單人封面全滿貫者，限量5萬冊當天開售，話題閱讀量破700萬。這套打法的核心邏輯是曝光度不等於進組，商業價值、話題熱度、粉絲活躍度共同構成影響力。品牌發現，即使他不拍戲，帶貨能力依然在線，個人品牌依然穩定。對品牌來說，
這反而是一種安全感。不需要賭你下一部戲火不火，只需要知道你站在那裡就有人買單。行業變了，規則也變了。把這兩種路徑放在一起看，背後其實是整個行業邏輯的位移。過去，流量經濟的核心指標是作品帶來的熱度，一部爆款劇能讓一個人瞬間起飛，也能讓熱度在3個月內消散。品牌選代言人，看的是短期曝光和轉化。現在不一樣了，短視頻時代注意力碎片化，一部劇的熱度週期越來越短。而一個人的商業價值開始由更多變量決定：國民度、路人緣、輿情安全性、粉絲購買力、時尚表現力、個人品牌的清晰度。作品是評估的一部分，但不是全部。王一博的模式對傳統演員身份構成了直接衝擊。當商務能力成為核心競爭力，當一個人可以2年不拍戲依然穩坐代言榜首，演技還是不是頂流的硬通貨？這個問題沒有標準答案，但有一點可能是共識：多元發展未必會稀釋專業深度，反而可能拓寬頂流的生存邊界。問題在於度。如果一味瘋狂接海量代言，很容易出現商務過載，分散打磨作品的精力，稀釋藝術標籤。可如果過度閉門深耕，完全捨棄商業合作，也會丟失大眾曝光窗口。品牌方的選擇標準也在變。有行業分析指出，品牌選代言人早已不再只看短期流量泡沫，而是綜合考量作品口碑、路人國民度、粉絲轉化、藝人風險抗波動能力。流量只是敲門磚，能夠長久站穩腳跟，終究離不開觀眾與市場的雙重認可。誰更能代表未來？回到最初的問題，肖戰的路徑是精而深，用作品打底，用長期合作證明價值，走的是一條慢但穩的路。它的風險在於作品空窗期的曝光斷層，優勢在於每一次合作都兌現承諾，品牌信任一旦建立就很難被替代。王一博的路徑是廣而穩，用多元曝光維持熱度，用跨圈層影響力最大化商業變現，走的是一條快且寬的路。它的風險在於過度商業綁定可能帶來的連鎖反應，優勢在於即使不進組，市場依然認它。這兩種模式沒有絕對的高下之分，更像是藝人團隊基於個人發展規劃做出的取捨。行業趨勢可能正在走向融合，作品與商務並非對立，而是互補。肖戰的待播劇是他商業價值最堅實的底盤，王一博的時尚影響力也在反哺他的公眾形象。所謂的競爭，更多來自市場環境本身，而非藝人之間的對抗。下一次榜單出來，數字可能還是對不上，評論區可能還是會吵。但也許可以停下來想一件事，那些被反覆選擇的人，不管是靠作品被選擇，還是靠商務被選擇，他們都有一個共同點，從來沒有讓選擇他們的人失望過。這大概才是真正不會過時的東西。你覺得演員應該專注拍戲，還是可以像王一博這樣多線發展？來說說你的看法。